堪称为世界上最令人垂涎的品牌设计创意总监的工作，终于在今年12月敲板定案。嗨，我是维若妮。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1年1度岁末年终的时候。按照惯例，每个月的第3集是生活特辑，我们不聊时尚。不过，既然是岁末年终的最后一集，我们就不免俗的来跟大家分享，回顾一下2024年中的时尚圈到底发生了哪些重磅消息。在我们开始之前，先跟大家很快的总结一下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一线品牌 Vuitton、Chanel、Hermes、Gucci、Dior、BV、Prada 等等。这些品牌在2024年的业绩表现跟市占率到底是如何？即便业绩数字会随着经济以及市场的上下变动，但龙头老大就是那么几位，特别是前几名，至少过去10年都是如此。Vuitton、Hermes、Chanel 仍然是市场排名前3名的龙头老大，这3个龙头品牌的市占率就占了市场的81%。加上第4名的 Gucci 以及第5名的 Dior， 光是这5个品牌的销售已经占了市场的91%。如果你把 Hermes 拉出来，因为它的市场定位、营运方式、商品、服务金字塔顶端的稀缺度是跟别的品牌不一样的。即便 Vuitton 成功巩固龙头老大的地位，在销售市占率上多了 Chanel 整整20个百分点。Chanel 依然是整个时尚圈所有品牌望其项背、无法超越的那个品牌。即便是 Vuitton， 算是业界都公开的秘密。LVMH 旗下的品牌在所有的 shopping mall 里，不是要跟 Chanel 抢位置，就是一定要当 Chanel 的邻居。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经验是，当年在 Dior 工作，有1年我们在上海外滩办活动，做个非常大的秀。如此重大的活动，所有总部的法国老板们全部都飞到了中国。当时我是 Dior 女装商品采购部的主管，被总部老板们要求要交出一个数字，就是要知道上海外滩 Chanel 店里面卖的皮具类的款式数字。从这个小故事，我们不难看出 Chanel 这个品牌之于 LVMH 的大老板们的重要性以及竞争激烈的程度，只能用芒刺在背以及又爱又恨来形容。是不是觉得扯远了？这跟2024年到底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2024年在时尚圈里面最重磅、最大的一个消息，没错，最重要的当然是要放在压轴。历经了将近5年的时间，香奈儿这个品牌终于在今年的12月正式宣布找到新的设计师。2019年，设计师 Karl Lagerfeld 去世之后，法国设计师 Virginie Viard 在这过渡期间的几年内，一直带领着设计团队负责品牌的设计创意工作。这堪称为世界上最令人垂涎的品牌设计创意总监的工作，终于在今年12月敲板定案，由比利时跟法国的混血设计师 Matthew Blazy 接下设计总监一职。香奈儿这一招简直是跟时尚圈投下了震撼弹，但其实一点也不意外。摊开 Matthew Blazy 洋洋洒洒的品牌工作经验，除了最后一个将近4年在意大利品牌 BV 的设计经验，之前更是与 Celine 时期的 Phoebe Philo 以及 Calvin Klein 时期的 Ralph Simon 共同负责品牌的设计工作。更猛的是， Matthew Blazy 甚至在2011到2014年间，曾经担任过我最喜欢的品牌之一 Martin Margiela 的设计师工作。众所皆知，香奈儿这个品牌的强项一直以来都是皮具类，包包、小皮，甚至是鞋子，从来就不是衣服。但是新的设计师加入，让我非常的期待。真的不愧是香奈儿的管理层。Matthew Blazy， 一个不是所有人都知道的大名字，过往超强超猛的女装品牌的设计经验，对品牌来说简直就是如虎添翼，打了一个强心针。Alessandro Michele， 这个传奇的意大利服装设计师，在2014年到2022年，将一度濒临死亡的 Gucci 把品牌起死回生，带向了另外一个高峰。性别、族群、年纪的流动，在行销手法、商品设计的大胆破框，
把 Gucci 打造成最火、大家最想要的品牌，特别在包包、皮具以及鞋子类。不过，市场跟消费者对当年 Alessandro 把 Gucci 带向巅峰的极繁华丽设计的重复，渐渐感到疲乏。特别在疫情之后，种种的原因导致 Alessandro 在2022年结束了跟 Gucci 长达8年的合作关系。不过，有人丢就有人捡。Alessandro Michele 的大胆创新以及破框，正是另外一个业绩跟产品设计都停滞很多年的意大利品牌所需要的 Valentino。无独有偶 ，Valentino 这个品牌的强项从来就不是皮具类。Alessandro Michele 的加入，肯定能够帮品牌注入新的活水，特别在包包皮具类。不过，也将品牌未来女装设计的走向打了很大的一个问号，留了点悬念。新的火花到底会把这个拥有高级定制女装系列的品牌带向何处？我们明年7月就会有答案。Dries Van Noten 比利时六君子 Dries 的设计是少数能够完美的融合民族波西米亚垃圾摇滚文化，并进阶升等成高级版本，永远不会过时的设计。从90年代开始引领时尚圈，将近30多个年头，在整个产业里面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在2024年做完他最后一个服装系列，2025年春夏就宣布退休。Dries 的退休对多数人以及整个时尚圈来说，无疑是一大损失。就像 Dries 本人自己接受访谈的时候说过，时尚设计对他来说不单纯只是一个工作，是他人生非常大的一部分。那这也像是一个无法自拔的瘾，一旦当这个上瘾多了，就会失控。虽然 Dries 本人将从品牌的设计工作退休，但 Dries Van Noten 这个品牌不会消失在时尚圈，将由跟 Dries 本人工作6年的设计师 Julian Klausner 继续引领品牌，负责设计工作。2024年10月，法国品牌 Celine 宣布由新设计师 Michael Ryder 接任设计总监一任，也结束了 Hedi Slimane 长达7年帮 Celine 品牌的设计工作。Michael Ryder 算是回锅 Celine， 因为之前有长达10年的工作经验，是跟 Phoebe Philo 一起帮 Celine 共同负责设计。除了 Celine，Michael Ryder 也曾经帮 Polo by Ralph Lauren 以及 Balenciaga 担任设计师的工作。2023到2024之间，时尚圈有另外一个完全反方向的重磅消息。历史悠久的英国品牌 Burberry， 从2023年下半年开始，全球的业绩下滑了56%。衰退起源来自中国市场以及亚太地区，到2024年，美国市场也没有能守住。品牌在18-19年开始爆出负面消息，使用大量的中国新疆的血汗劳工。近年来，在中国市场又开始不断大量的下杀折扣，2024年更是停止发放股利。一个最能够代表英国甚至皇室钦点的御用品牌，更换新的 logo 之后，业绩不但没有起色，反而急转直下。除了品牌本身内部有许多营运的问题，品牌设计定位不清，近年来大量的折扣，不但无法抓到新的年轻客群，反而也大量的流失本来的忠诚的 VIP。 当然，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好品牌，希望在2025年之后能够看到品牌有慢慢复苏的契机。以上是今天的影片，感谢您的观看，在这边预祝大家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拜。